啊，哎呀，那个啊，来，媳妇儿啊，嘿嘿，这就是为了孩子应急的时候攒的。哎呀，不是你别找了，就这点儿，都是平常拿酒票换的，换啊，来啊，把这酒票你用不着了。爸妈，这钱我将来肯定还你们。一家人还不还的，说什么呢？一天天的。妈现在愁的是你把这钱都拿去买木头了，到时候结婚啥的怎么办？先过了这关再说吧。大舅哥，等木头买回来，你打算怎么干？当然是找师傅先把家具打了。好的木工，手工费应该不少钱吧？是，那也比买现成的便宜。要不这样，这钱你给我，等到时候木头到了，我来帮你打。方明，你别闹了，你还会木工啊？放心，要是打不好，这钱我双倍赔给你。不过我一个人可忙活不过来啊，需要大舅哥你帮我打个下手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这钱算是我和费尼给大舅哥结婚凑的份子钱，办个婚礼够用了。这怎么行？不能让你白干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哥，数第8的就行。行，我试试。大号楼刘桂花电话。来，先别干了。哎，歇会儿，师傅，马上。你感觉容易。哎，你们俩过来吃点瓜吧。来，吃瓜。王美阳，走，歇会儿。哥，你先去吧，我把这点活干完。行。快来。哎，老费，哎，别抢。方牧阳这孩子多好啊，啥都会。你说你当时还看不上人家？是啊，什么叫我看不上人家？明明是你嫌弃人家。我那是嘴上嫌弃，我心里别提多待见他。你说的对呀。来，方牧阳，吃个瓜。
哥，你这上漆的手艺，到时候也教教我呗。行啊。方美阳，哎，你的木工是跟谁学的？我自学的。在林场的时候，房子得自己盖，家具得自己打，反正知青点的木材够用。一次打不好就打10次、20次。我以为我们那儿条件就算艰苦的了，真没想到你们那儿更苦。有房子住，有饭吃，不叫苦。方美阳，现在我突然有点明白费妮喜欢你什么了。什么呀？你这个人啊，像根杂草，不管扔到哪儿都能活得很好。大哥，你这夸人的方式还挺特别的。说真的呢，男人身上就得有这股劲儿，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，咱都得能扛下来。没错，哥，我还真挺佩服你的。听费妮说，你在当知青的时候是种地的一把好手，好多当地的农民都得向你请教的。真不是和你吹，别的不说，一个种地，一个做饭，整个知青点没人比得过我。不过我们种地的时候，最烦像你这种杂草。现在突然让我拿笔杆子，真有点不太习惯。理解，但不会咱们可以学啊。我原来也不会打家具，你看我现在，不就是写几个字吗？咱们可是北大荒的知青，战天斗地。没错，必须好好学。你跟费妮费了那么大劲帮我解决了工作，这会儿要干得不好，丢你们的脸。哥，还有没有多余的木材？能不能送我点儿？行啊，你到时候就捡好的挑，我这儿只多不少啊。好，谢谢哥。别客气。哎，往你那边，哎呦，不对不对！哎呀，你低一点，你们低一点！哎呀，你俩给我小心点！不是你们，哎呀，不能往这边，你挤我手了！哎呀，手了，就轻点，你们这样根本就进不去。手了，哎呀，松手，哎，这样不行，不行，爸抬不进去。您不是说要调房梁上去吗？您调上去呗。我那不是打个比方吗？不过费婷，你别说，你可真行啊！说好1个月，这36条腿还真就到了。没有，阿姨，这都是我。费婷的手艺好吧？好，真的好，就跟商店里卖的似的，真好。叔叔阿姨，您看，我的工作也解决了，36条腿也都置办齐了，我和林梅的婚事。我始终觉得啊，结婚这种人生大事儿，还是要谨慎。哥，那你谨慎吗？当年相亲见了我嫂子一面，头急的恨不得第2天就去领证。妈，这会儿叫我谨慎了？不是，你哥这不是舍不得你吗？这孩子，我就喜欢费婷，我就是要嫁给他。说什么呢？这街坊邻居都在呢，害不害臊？叔叔阿姨，哥，我知道你们觉得我配不上林梅，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最好的姑娘。你别说我，整个江城都没人配得上她。既然我配不上她，我就多爱她一点，多疼她一点，多听她的话，我多挣点钱，多给她上缴一点，我再多跟她生2个大胖小子。说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叔叔阿姨，我嘴笨，不会说话，还请爸妈、哥成全我们。哎，我们也没说不答应啊。没说不答应的意思，那就是答应了。姑娘大了，留不住啊！你自己定吧啊！爸妈还在呢。哎，快，搬！妈，哥，我来。起！哎，还得是你呀！
里去了。哎，那腿儿，小心我那腿儿。哎，对。家具的事儿，谢谢你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你可以提个要求。我还真有个要求。你说。哎，不，像上次那样可不行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的上下铺呢？卖了，用你哥买的木头打的。这怎么睡啊？费宁同志，我分析了一下，这上下铺啊，始终是个隐患。你想想，咱俩一天不躺在一张床上，他们的疑心病就一天好不了。再说了，不是你答应了我吗？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换床就是我的要求。方明，我们可是约法三章的，你别动歪脑筋。我能什么歪脑筋啊？要不试试？看看舒不舒服？你干嘛？我快掉下去了，我得往里点。你把上下铺还给我。行。你先躺下，躺下我就还你。你干嘛？别动，小心我砸到你。哎，怎么样？楚河汉界。那你这个应该再做高一点。做再高也挡不住我呀。嗯？我是说做这个是技术活。你看抛的多干净啊，连个倒刺儿都没有。做的确实挺好。这还一把手呢。费尼在家吗？费尼同志在家吗？在，你要干嘛？把门打开啊！不开，不开。不在，不在，不在。干嘛？方明在家吗？方明，你把耳朵捂上，别听。嗯。你捂上呀。爸爸放心，走。
这天我脸都笑僵了。你哥结婚，你比他都高兴，忙前忙后的，能不累？那我能不高兴吗？他俩的事儿解决了。那这里头是不是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啊？你必须是一等功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你回来，我再遇见你，我发现遇见的都是好事情，不像之前。要是我说原来那些事儿都是意外的话，你信吗？谁让你抢那东西的？那是我买的。你谁呀你？我的苍蝇。来，我让你飞，又来一只，给我下来吧。出什么洋相呢，菲尼？下课到我办公室来。知道了。方牧阳，这怎么有棵树？救不救？拿不拿来？不敢，拿过来。松手！撒手！松开！多少钱？4毛。对不起。你跟我道歉干嘛呀？你之前又不知道这些事儿。方明，有时候我觉得我认识你好几年，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像第一天刚认识你。那第一天认识我的你，愿不愿意跟我拍张照？不拍，花那钱干嘛呀？跟我拍照不花钱。贝尼，能看到我吗？能。这是什么啊？大猩猩。大猩猩，我给你来一个。好啊。这是鸵鸟。真像。哎，你会比少先队礼吗？会啊。来，我们来一个，1、2、3。3。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时候的样子吗？嗯。要不咱们再拍一张？也行。来。好像你当时不是这个样子，你的头应该是靠过来的，肩膀稍微转一点。我好像没转。转了。太晚了，我先下去了。
府的合并要来这么多人啊？那是老多人了，除了江城大学，我们江南理工、北京工业大学、南京师范学院，这小小的江城大学一下来这么多人，还是因为周教授和吴教授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吧？那肯定啊。哎，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在江城，你怎么不去看看他？我是来做研究的，又不是来探亲的。也是，连刚结婚的爱人都能扔下，方木镜，我真佩服你。我真心的，要我可做不到啊。丁阳姐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排序的，可能我们对人生的排序本来就不一样而已。哎，那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肯定是研究。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感谢，辛苦了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慢点，慢点。王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刘老师。这边。费婷，王科长，一共就10几面棋，你都数了2个小时了。王科长，我实在是没事干，最后一遍了。哎，行，别说了，交给你个事儿。一车间上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，我们宣传科要写一篇广播采访稿，这个呢就交给你来负责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们宣传科任务重，千万不要拖宣传科的后腿，也别丢费尼的人，知道吗？我明白，请王科长放心，我一定努力。之所以我们一车间能够130%的完成生产任务，那肯定是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我们一车间全体工友那是不惧困难，勇往直前，这才有了今天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。还有吗？暂时就这些了。刘姐，要不你再说点什么？费婷，要不你再问我点什么？你想要我再问你点什么？你想要采访我点什么？要不就问问，咱们一车间涌现的先进事迹。对，刘姐，要不您就说说咱们一车间都涌现了哪些先进事迹？要说我们一车间的先进事迹，那可就多了去了。我自己的就先不说了啊，就说说我们生产线上的。毛主席说过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我们车间的女工，那个个都是认真负责的技术好手啊！我跟你说，不光那技术好。呀，妮妮回来了。文姐。哎，妮妮，知不知道你哥怎么了？今天回来就板着个脸，饭也不好好吃，问他什么都不说。行，我进去看看。爸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可不知道抽什么风了。我这一进屋，他就跟我发脾气，这上个班还上魔怔了。你说这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干嘛呢？我这不是不敢大声听广播，我出去听。
哥，费婷干事，你别闹，我写稿子呢。你这刚写一个题目啊？妮妮，你哥我真的不是写东西的料，要不你帮我跟汪科长说说，把我调到保卫科，或者去食堂也行。哥，这宣传科是个香饽饽，厂里多少人想去啊？你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？我知道宣传科好，可我这不是干不了吗？你能干什么？你就喜欢打饭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你不得为林梅想啊？虽然说工作不分贵贱，但是你丈母娘她可不是好说话的人啊。那我就学写，我还不信了，写个文章还能比雨季收麦子还难。这才对嘛，哥，写文章很简单的，那肯定比你在北大荒开荒容易啊。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文似看山不喜平。它主要讲的就是写文章不要平铺直叙，要蜿蜒曲折。这样吧，这是你第一篇采访，我先帮你写。我写完你再抄一遍。比方说，你要赞美一车间，你就不能上来直接夸，你要藏一藏，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概念——谋篇布局。觉得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从车间主任刘姐，然后引出来车间超额完成任务的成就。流水线上开心花，即将棉衣厂一车间全体职工。26年前，在开国大典上，当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响彻云霄的时候，让你想到一车间了吗？怎么就扯到开国大典上了呢？冯林同志，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。汪科长，你们这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！谁写的？冯林同志，你看，你要是觉得开国大典这个谁写的？冯林，我写的。冯林同志，我是想用开国大典作为引子，然后引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而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。所以一车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开国大典，那是个体和整体，是因和果，是紧密相连的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事论事不行吗？东拉西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？你这就是脱离人民群众。你看你用的这些典故啊、生僻字啊，这都是在卖弄，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。汪科长，这篇稿子我用不了，重写。费婷同志，要不你再改改？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？林梅，宣传科的工作我可能干不长，
什么呀？是费妮给你写的那篇文章不好吗？今天厂办的人说妮妮给我写的那个文章都是东拉西扯，有的没的，说什么脱离群众，所以不能用。今天在厂里改了一天，就改了几个字，还改得不好。你给我看看。你看啥呀？你又看不懂。不是说你脱离群众吗？我就是群众呀，我初中都没念完呢。要是我能看得懂，肯定大伙儿都能看得懂。你给我。起来。笔。你看这第一句成语，看不懂。这句话太长了，读起来费劲，不要。这个字儿不会念，这个字也不会念，不要。哎，这一段都看不懂。别，这都让你删完了，我就能看得懂这些。那也不能就写这么点吧？这样，我给你编几句。啊？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颗汗珠衰八瓣，行吧？太行了，接着写。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超额完成这个月的生产任务。他们让我想到了我在北大荒的日子，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从天亮干到天黑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啊，这是我们北大荒的精神，也是我们江棉衣厂的精神。王科长啊，你们这个宣传课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。是啊，主任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这费婷的稿子已经改过一次了，还是不行，也不知道宣传科招人的标准是什么。新同志嘛，当然需要传帮带，但是也得自己肯学才行。这篇稿子，我个人意见啊，内容没有太空泛，更没有文学性、思想性，更谈不上什么深刻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一车间为什么能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？那肯定是因为一车间的工人们啊，他们有着强大的集体荣誉感，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是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。我说到这儿，你们应该想到什么？开国大典。这篇文章完全可以从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起。徐主任，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们原本啊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吧，我们怕这样写呢，会让人觉得脱离了人民群众，所以改成了现在这稿。费婷，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。好，徐主任，不错，这篇稿子就很不错啊，有思想，有内涵，这联想还很丰富，怎么就脱离群众了？我们人民群众也是要提高文化水平的。是我们固步自封了。不过这稿子上呢，还是有一些生僻字，需要回去改一改。改完之后不用再给我看了，直接送到广播站去，午休的时候就播。是。
前，当开国大典上说出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，缝纫机厂的工人们正用铁锤敲打出新中国第1台工业缝纫机的骨架。菲尼，天台以后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看到这个箭头朝上，就代表着我们天台见。这么神秘啊！菲尼同志，为了庆祝你的大作在全场广播，今天我招待你一顿北大荒小火锅。这么丰盛啊！当初在北大荒，我们下着大雪煮火锅，一吐都能吃2小时呢。哎，你这刀工真不错，切的这么薄。都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。哎，那你在北大荒除了吃土豆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好吃的谈不上，主要都是吃粗粮，比如高粱米、玉米碴子。刚去的时候可不喜欢了，老拉肚子，后来就好了，就盼着逢年过节能吃碗2米饭。2米饭，就是大米跟小米掺在一起蒸的饭。这么辛苦啊，那真是苦了你这张爱吃的嘴。这时候就要发挥苦中作乐的精神了。要不是顿顿吃粗粮，怎么能尝出2米饭的滋味呢？要是1年4季都有蔬菜吃，定期还有肉吃，那怎么能体会到捞鱼跟挖野菜的乐趣呢？那婚礼上你还说你捞不上来鱼了？那不一样，我们在北大荒都是冬天捕鱼，等湖面结冰了，你就凿这么大一洞，有时候鱼自己就跳下来了。这么大的洞，这么厉害，你说的我都想去看看了。可以啊，我们以后可以去，但是现在先尝尝北大荒大厨的手艺。菲尼，咱们家到时候得买2个碗吧？咱俩这过日子，连个碗都没有。行，我明天就去买。你把这个切。好嘞。胡萝卜疼吗？生存还是毁灭，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。漠然忍受命运暴虐般的毒箭，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，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死了，睡去了。结束了。哇，太棒了！方牧阳，你都从哪儿学的呀？不然你以为我原来干嘛逃课啊？总得找点事儿干吧。我可是蹭了世剧院1年话剧看的。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你这么爱玩，上大学为什么推荐你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上大学。哎呀，我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儿，该下乡下乡，该开荒开荒，该盖房盖房，该收买收买。然后大伙儿就推荐我去上大学。你呢？我从来都没问过你，你在江边一场织布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非得上大学？我想上中文系，我想当作家。作家，作家好啊，菲尼，我从小就觉得你有天赋，你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。
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